你有证据吗？李向东，实不相瞒，你老婆已经和我睡了不止一次了，我们俩早就好上了。哎呀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李向东，麻溜的滚！王美妮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他娶了这个贱货！李文浩，你骂我啊？哼，李向东，看你可不告诉你一句话：成王败寇，你妈没教过你吧？你的家产是我的，你的女人也是我的，所以你现在赶紧给我滚蛋吧！我要杀了你！这儿，好熟悉啊！这是在哪儿？2000年4月30号，2000年，这是2000年我新买的房子，难怪这么熟悉。我居然重生了！哎，走了，我妈让咱俩回去吃饭呢。什么态度啊！你妈是叫我吃饭，还是叫我拿钱啊？让你给我们家拿点钱怎么了？我妈不也是你妈？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给你家1分钱了。你还想象过了啊？让你给我妈拿点钱怎么了？这钱你舍不得呀？关我屁事儿！好啊，李向东，这钱你要是不给，咱俩就离婚。走，立刻！民政局没有下班，赶紧把手续办了。走吧，走。那个向东啊，我知道你不想离婚，这样，你跟我道个歉，我就当走，有多远都有多远。上一世我被你们坑的，把爸妈房子都卖了。要是再来一次，我还被你们一家子坑，那我可真是太难惨了。当务之急，我必须要想想怎么办事。彩票、股票。国际原油期货，完成。如果历史轨迹一样的话，就没有记错。只要抓住这些机会，我就一定能赚钱。可是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呢？钱都用来买房子了。唉，对了，我可以通过房产证向银行抵押贷款。李先生，经过我们的审核，你的房子价值7万，可以贷款5万。行，那就贷款5万。好的，你稍等，我给你办一张卡，5万直接存到你的卡里。不需要，给我拿现金就行。啊，5万现金都取出来吗？有问题吗？没有，你稍等，我马上给你取出来。上一世的今天，我记得排列3号码是416。第1个号码4，第2个号码1，第3个号码6。哇，中了，我中了！如果历史没有改变，今天还是那3位数。老板，排列3中奖奖金多少？一注2块，3个数都中的话，1500块。我买排列3，416。你买几注？我买2万块钱吧。多少？2万块，不能买吗？可以买，但只出现金。如果爸妈知道我把房子贷款来买彩票，估计要被气疯。不过我还有3万块现金，即使没中，我也有其他方法赚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彩票中心，现在公布今天的中奖号码。本期排列3的开奖号码是416。416，真的是416，哈哈哈！羡慕不完。
在公布今天的中奖号码，本期排列3的开奖号码是416。我靠，我才是那个傻逼啊！咋了？上午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？有个傻逼买了2万块钱的排列3，对哦，丢了3年工资了。他买的就是4.6啊！我靠，这个中多少啊？1500万呐！李先生，当初不是看着你承受我把我女儿嫁给你吗？你现在说离就离，还是在骂你？是他要说离婚的，我就同意了。还有啊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放屁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舍不得花钱，下贱爹娘养出来人就是下贱，这一点钱就可以看出你的人品了。浪费我女儿几年青春，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，没门！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给我女儿5万块钱的补偿费，会把你的名声搞臭。没钱？没钱，你这房子也赔给我呀？你这算盘打挺好。我爸妈辛苦攒钱买的房子给你。对，现在就把房子给我女儿，我们马上走人，以后绝对不会再找你。就是，要不是看上你的房子，你个农民的狗，谁会嫁给你啊？这样吧，把房子给我女儿，我不止让她原谅你，还让她跟你复婚。追我女儿的人可多了，这可让你占了大便宜。比如那个李文浩，这婚我还不想复呢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先生，请问你作为本市首位中奖1360万的彩民，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想，运气可能就比普通人好了那么一点点，也才中了个小小的1360万嘛。希望你们争取超过我，再创奇迹。先生你好。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是这样的，李先生，如果您能将钱存入我们银行的话，我们会给您普通利息的3倍，包括 VIP 的客户待遇。行，那就存入你们银行。好。那这个就是您的钻石黑卡，只有存款大于1000万才能拥有这个黑卡。这黑卡看着不错呀。包括以后您去任何地方，只要拿出这张黑卡，都会享受同等的 VIP 待遇。对了，赵总，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谈一谈。李先生您请说。我想在贵行开通国际期货的账户，你能帮帮忙吗？这个没问题。不知道李先生您想做的是哪种期货产品？原油。赵总，我性子比较急，如果程序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想今天就办好。好，您稍等一下。叫苏语言过来的。好，李先生，这次国际期货业务的开户呢，需要去银行旗下的证券公司操作。这样，我这边呢给您安排了私人助理，会全天候的听从您的吩咐。没事，我自己就可以。李先生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是你啊，李向东。苏雨嫣，好久不见了。你们认识啊？我们老同学了。那正好，那雨嫣你就带李先生去证券大厅办理吧。没想到你已经是千万富翁了，这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同学们肯定会惊掉下巴的。机缘巧合罢了，只是没想到还有机会能再见到你。到了，这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想要做好，再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李先生您好，我是您的私人助理，我叫苏雨嫣。就别叫李先生了，还是叫向东吧。那我先去安排一下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来接待您。李哥，这么多人吗？现在股市好，很多人都想赚钱，我也算这里的大客户了，所以我们不用跟这些普通人一起挤着排队。还得这李哥厉害啊，去哪里都是 VIP。我今天可是把我所有积蓄都带来了。李哥，你可得带着我赚钱呢。放心，天弘实业这只股票我看了好久了，稳赚不赔。呀，李向东，哎呦，就你这穷酸样，还来学人开户炒股呢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不仅没脑子，还贪心呢啊！
你也不想想，这炒股是那么容易的吗？看见别人赚钱就想跟风啊？你爸妈啊，种田赚几个钱不容易，就别拿来股市糟蹋了吧。这又不是你家，我来不来跟你没关系。是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担心啊，你裤兜里那2个钢镚还不够付手续费的。学人炒股，丢人现眼。行了，晶晶，别跟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见识。像他这样的穷酸鬼，一辈子都赚不了几个钱。李先生果然年轻有为啊！鄙人吴成，证券公司董事长。李先生，就你嘛？吴董事长，我在您这投了20万，吴董事长您亲自出来接我啊！吴董事长，那位才是李向东先生。不好意思啊，李先生，鄙人吴成，让你久等了。无妨，这里人太多了，麻烦您跟我们一起上楼去包厢里。好，请。听说只有资金投入1000万的人，董事长才会亲自接待。不可能！我跟他认识这么久了，买房子钱都是他爸妈问别人借的，他不可能有1000万。李先生，苏女士已经跟我说了，您这是要打算做国际原油期货？对，没问题。赵磊吩咐了，佣金的话，我们可以给你打个最低折扣，开户手续费、代理费全免。不过李先生，麻烦您告知一下，您打算投入多少佣金，动用多少倍杠杆？1200万，50倍杠杆，让1200万变成6个亿的操作资金。李先生，这风险太大了吧？富贵险中求，吴董事长，你敢不敢钱？李先生，您的做法我们能接受，但是有一个要求，1200万必须全额作为保证金打入证券公司账户，在您的期货清仓之前不能转出。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李先生，这间贵宾室您可以随便使用，我先去开户。好。这位到底是什么？混金融圈这么久啊，第一次见气场这么强大的。向东，你这样做会不会风险太大了？我有把握。对了，虽然说你是我的私人助理，但是我们还是像朋友一样相处。其实做的所有事情我都很清楚，没有把握的事儿我绝对不会碰。你有私房钱吗？这几年倒是存了20几万。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带你赚一笔。怎么赚？你坐吧。我还剩160万，再加上你的20万，我们买天津科技、仓江实业和凤凰药业3只股票。怎么买？全仓。什么？直接全仓？对，相信我，就是现在，建仓。弄好了，我可是把我这几年的钱全部都投进去了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等会儿去电脑城再买台新电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发吧。还不行，等我们赚到电脑钱的时候。向东，你这次会不会失算了呀？凡是这天湖实业涨势很猛啊。以前我会，但是现在一定不会。涨了，涨了！10万到手，你也赚了2万多。走，买电脑去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或许他可以帮助我爸走出困境。还好没买。妈的，跌停了！这就77000没了。哎，谢谢你送我的电脑，也是为了方便办公使用。哎，你说你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也没发现你这么厉害呀！你是怎么做到选中的股票就一定会涨，而且涨得特别厉害？多观察吧，再加上平时我也喜欢看些新闻，还有一些天赋和努力，再加上一点点的运气而已。那你也教教我呗，看你表现吧。天哪，向东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才10天，你就赚了1000多万，连我也赚了100多万。这才刚开始，往后
会越来越多的。哎，李小弟，恭喜啊！这几天可是听说你赚了不少呀。都是小钱罢了，赵总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这几天的操作可是让不少人都在打听你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是这样的，咱们是最顶尖的金融圈子啊。今晚有个聚会，不知道老弟感不感兴趣啊？去啊！这么好扩大人脉的机会，肯定去。那行，今晚荣城山庄，咱们一定要准时到达。好。看吧，你高兴的，挂完电话以后就一直傻笑。今晚聚会这群人啊，都是各自行业的翘楚，他们可主宰了本市的金融圈子，随便跺跺脚都会引发地震。你知道吗？咱们玩股票的最重要的是情报和人脉，可以说赵磊啊，真的是帮了一个大忙。那这么重要的聚会，可不得好好打扮一下？怎么打扮？起码买套合适的西装。也是啊，那一会儿逛商场去。行，你眼光好。哎，李安，我进去看看。李安，我送份礼物给你。你好，请问咱们这里有隽永星光闪耀系列的项链吗？先生，有是有的，而且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后一条，售价500万。苏雨嫣，你是？我是苏浩啊。那时候每天给你送情书。是你啊，我们有空改天再聊。向东，我们走吧。哟呵，李向东，这不是高中生那个穷鬼吗？整个高中就他最穷，没少受人欺负，我看着可怜，偶尔让他给我跑跑腿，赏他几块钱，是吧，李向东？这么久不见，倒学会吹牛了。李嫣，这项链500多万，他买不起。谁说他买不起了？他苏浩，你那手表看着不便宜啊！我这表就是在这买的，50万。你这穷逼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连我都不敢说是能买下这条项链，更何况是你。这里不是你们这些穷人该来的地方，你滚！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穷人能不能在这里消费。我把那项链拿出来。下来拿出来看看。这还搁这装逼呢？恶不恶心啊！真的是，这穷鬼就是来这过过眼瘾的，只不过遇到了我，有点下不来台喽。来，戴起来看看。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鸡头，帮你。真美，美女配珠宝，当然，但是你买得起。你买不起就趁早滚蛋，丢人现眼！啊，你自己丢人就算了，还带着人家雨嫣陪你一起丢脸。苏浩，我一直就没有想过要向东送我什么礼物，你也不用一直激将他，我们不吃这一套。向东，我们走。没关系，真的很好看。刷卡。你那卡能有500万？你装你妈呢？那待会什么卡说不出来？那你就说自己带错卡了，哼！李向东，认怂不丢人。李先生，这项链已经是你的啦。怎么可能？别怂啊，爷们儿！你刚才那嚣张劲儿呢？认怂不丢人。这也太奢侈了，这装修我见都没见过的。哎，梁总，这酒得好几百万的吧？这个庄园光装修就花了几千万，不懂就少说多看，别惹得别人笑话。要不是李文浩让我带着你，这辈子你也没有资格进来。哟，李向东，没想到你居然也能来这儿啊！装什么冷静，也不拿镜子照着看看自己什么样。这种地方你有资格来？我没资格来，你就有。我可是梁总亲自带来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梁总带来的人又怎么样？就比人高人一等。我们梁总可是真正的大人物。李向东，我看你真是狂妄没边了。像你这样的穷鬼，我们梁总
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。年轻人，你要记住，不是什么人你都能得罪得起，是你自己滚出去，还是我让保安把你丢出去？保安。哦，梁总，吕向东是我带来的。老赵，他是你朋友？我的这位小老弟可不简单，几天的功夫可就赚了1000多万。现在的年轻人厉害了，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要退休了。梁总，资本市场是不看年龄的，如果越老越会赚钱，那养老院的大爷大妈岂不个个都是股神？很久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了。梁总，我是尊重您的，不过您身边这个女人我可是很熟悉，她是我以前的前妻。你这个在嘲笑梁总儿女生性的女人，你在找死吗？年轻人，是不是以为自己赚了几个钱就狂的没边啊？梁总，倒不是我狂，不过有人要是为了一个女人倚老卖老，那我还是不伺候的。行，光嘴上厉害没用，不如你我赌一赌。我们各选一只股票，看哪一只涨幅更大，也看看到底是我真的老了，还是你小子太狂妄。梁总，老赵，不想惹事儿的话就闭嘴，敢不敢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想再加点彩头，不知道梁总您介不介意？小子，不要以为赚了点钱就天下第一，你跟我比钱，1000万。李向东，你别以为你运气好赚了点钱就无法无天了。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？开始吧。老弟啊，你得谨慎啊！梁泽就是靠股票发家的，就没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放心，赵哥，我有把握。你叫王晶晶，是又怎么样？我想提醒你，不要做一个无理取闹、尖酸刻薄的女人，那样只会让别人更瞧不起你。太美了，一定要拿下她。你凭什么说我呀？不就是长得漂亮点，背地里还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给睡。你真是无可救药！你以爬上男人的床为荣，就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吗？很抱歉，我不是这样的女人。说得好，这位小姐，鄙人梁泽，良天资本的董事长。梁总，你怎么？很抱歉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想认识你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一下。这是我的女伴，你话有点多了。希望一会儿输的时候，你的话也这么多。李向东，不如再添点彩头，加上苏雨嫣好了。谁赢了就让苏雨嫣跟谁走，这不是更有意思？晶晶，你可真聪明，我越来越欣赏你。小子，要是不敢的话，就跪下，从这里爬出去。约，冯总。向东，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信心赢？易如反掌。好，那就跟他赌，就赌我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梁总。既然我跟了你的赌注，那么你也应该增加。你身边的女人我可看不上，你的筹码增加到3000了。好，我跟你赌吧。你要是赢了，这些钱都是你的，但你也要有那个本事赢才行。这深蓝股票近几个月一直在上涨，就它了。我记得当时天机股票先跌停后又涨停，财经新闻专门报道了这起股市黑天鹅事件。梁子，3000万我拿定，我就选择天机股份，我赌它能涨停。
这个股票3个月没动弹了，你跟我说它能涨停？哎呀，人家梁总选的深蓝药业，一看就知道是会涨的。李向东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天机股票可是一路下跌啊！哎呀，你的嘴也是神了，竟然给自己掐算出了个必跌的股票出来！哎呀，你真是笑死我了，李向东，你啊，干脆跪下来道个歉，说不定啊，咱们梁总能放你一马呢。哎呦，已经跌停了，嘿嘿嘿，哎呀，难不成你这只烂股还能够绝地反击？惨喽惨喽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年轻人太狂妄，总是要吃亏的。不用怕，我才不怕呢，大不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爸，爸很厉害的，看你们谁敢乱来。涨了涨了，梁总的深蓝药业已经开始涨了。你选的股票已经跌停了，我看就没有必要等下去，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吧？这位小姐，你可是我的了。哎，涨了涨了涨了！老赵，你叫什么？大家都知道深蓝药业涨了。我说的是李向东买的那只，也就是天机股份，这个涨势太猛了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封涨停了！10几万手直接封死了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走势，完全没有任何征兆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个股神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股神。之前看李向东面无表情，我以为是吓懵了，没想到是胸有成竹。赢家通吃，多谢梁总。站住！梁总，刚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就赢了？都是因为你这个臭婊子，让我损失了3000万。现在，立马给我滚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后生可畏啊！你以为他赢了？老子纵横本事这么多年，发家的时候那小子还在玩泥巴呢，以为这样就能打垮老子？等着瞧，这事儿没完！哎，向东，你怎么知道天机股份一定会涨啊？我相信我的直觉，股票这种东西，没有人能说它一定会涨，所以更多时候，我相信自己。那么大的赌注，你就不怕会输？有你在，我不会输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哎，回去记得把支票转入到期货账户里啊！中东一处油田前几日发生火灾，引爆最大的3条输油管。专家预测，未来原油价格会飙升。现在火灾还没发生，我的账户里有2500万，如果是50倍杠杆，就有26亿的操作本金，全仓买国际原油。我的天啊！苏大小姐，李向东说他全仓买入国际原油，你知不知道？50倍杠杆，3亿美金全买了。什么？他疯了吗？请进。雨嫣，气喘吁吁的干什么？你怎么还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呀？你是不是进入原油市场了？还全仓？是啊，这消息挺灵通的嘛。肯定啊，你那笔投资也太夸张了，估计就是连省分行那边都惊动了。你说你胆子是不是也太大了？你这样做风险实在太高了，万一什么？亏得血本无归。现在撤销还来得及吗？不能撤销。为什么？来，往前坐。于嫣，你可真是我的幸运星。怎么了？你看，中东产油大国最大的油田，也是全球第2大油田突发火灾，目前火势凶猛，或将导致年内无法恢复产能，油田也将被迫关闭。你赚了多少？我看看啊，3500万美元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一切只是开始。又涨了1美元，59美元了，已经上涨1整天了。现在赶紧卖出。抛出了，
除掉成本和佣金，你一共挣了25亿多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居然能用5000多万赚到几10亿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你眼前这个男人可就是全国10大富豪之一了。肚子饿了，走，吃宵夜去。不介意我带你吃路边摊吗？你赚了这么多，肯定要请我吃顿好的呀，这顿不算。好，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，只要有卖，随你选。哎呀，小姑娘啊，你们这些小情侣感情可真好啊！今天男朋友赚钱了吗？可不能只请他吃饭哦，还要给他买衣服哦。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来。谢谢。来，一定饿坏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这么说，你真的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优秀？真的吧？特别是在金融领域，向东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。你不会是带着男朋友回来见我吧？哪有啊！我知道公司现在深陷在金融泥潭里面很麻烦，所以才想带他见见你。好，既然是你的朋友，带回来吃顿饭没关系，但是其他的事情我有分寸，你不用多想。总之，你见到他以后一定会改观的。赵总，混蛋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赵总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大事了？你慌里慌张，成何体统？赵总，你昨天不在行里，那个大客户李向东，他全仓进入原油期货市场。全仓？他疯了？是不是亏得血本无归？这小子过度自信，做事从来不按章法，果然出了大麻烦。50倍杠杆入市，这么大的风险，他还全仓，这下可全完了。不是的，赵总，今天凌晨他的账户入账25个亿。多少？25亿。因为这笔钱入账，我们整个市支行全年的存款任务全部达标了，甚至还刷新了记录。25亿！我上班的路上看新闻，国际上都在传，昨天一个神秘散户在昨天的原油期货市场里狂赚了数亿美金。配合李向东进场的时间和结算的金额，我估计让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讨论的人就是他。省行领导办公室来了电话，这个逼算是装大了。这小子直接让我赵磊的名字入了省行领导的眼啊！分不下去，对李向东的个人资料要严格保，任何人不准给我泄露出去。你去吧。好。喂，宇言，我想买套别墅，你有没有推荐的？别墅？正好有，市区啊有一个别墅区，正好在做打折活动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行啊，明天去看看。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别墅区，看着环境挺好的，挺不错的啊。苏雨嫣，王莹莹，苏雨嫣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口味还真是独特。向东，他是我的大学校友，虽然我没有得罪过他，但是他却一直对我有敌意，也没给过我什么好脸色。不如我们换个时间再来看吧。宝贝儿，这谁呀？他是我们大学的校花，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那样喜欢装清高。苏雨嫣，你是来买还是来过眼瘾啊？这儿的价格可不便宜，最低都要200万一套。我看你旁边这男人买得起吗？小姐你好，我们买房。哪来的傻小子，开口就要买房？你买得起这儿的别墅吗？你就叫，身上连一件像样的牌子都没有，快别丢人了。这位小姐，如果你觉得有钱是要看穿什么衣服的话，那你可真是太肤浅了。连升值前的衣服都买不起，你跟我扯什么肤浅高深呢？我身上随便一件衣服都能顶你1个月工资。这位小姐，鄙人杨明辉，看了一下灯具厂，一年产值1000多万吧，咱们能不能认识认识？本来准备在你们这买套别墅的，结果这两人让我很是心烦，你最好把他给我赶走。不过这美女可以留下。讨厌，人家还在这儿呢，你怎么对别的女人眉来眼去的呀？
哎呀，宝贝儿，我追的肯定是你啊！狗东西，叫你滚蛋你没听见啊？还站上这干什么？哎，我说你这个售楼小姐，你是聋了吗？我不是说把他们赶走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我可不买了。就先生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现在很忙，招呼不了你，你先走吧。哟，这就被人赶走了，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呀！闭上你的臭嘴！你算什么狗东西，敢吼我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来啊，你试试看，今天是我弄死你，还是你弄死我？赵总，我们公司这次贷款的事情，辛苦您多关心了，要不然我们公司就真支撑不下去了。周经理啊，你们公司的实力呢，我还是知道的，但是贷款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毕竟呢，还得多考察考察。哎，你兄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年轻人啥背景？赵磊居然这个反应，不行，一定不能得罪这个年轻人。李兄弟是过来看房？本来看看有合适就买，可是这里的服务太让人失望了，就因为这2个人，他们就要赶我走，正打算离开呢。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一批售楼部小姐啊，我会全部开除，另外给您最优惠的折扣，以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歉意啊。现在我们售楼部要接待2位贵宾，请你们2位赶紧走吧。周经理，不至于吧？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吧？赶紧滚！周经理，他们愿意站这儿就站这儿，开门做生意，各管各的就好。哎，好嘞好嘞，2位这边请。好，这个。那穷逼小子就故意让我们难看的。明辉，我们先回去吧，回头再想办法。让这个老子闭嘴！老子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能量，免得报复老子。这位置不错，价格也合适，我全买。全买了？周经理，我可是认真的，你不会以为我在开玩笑吧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李先生，因为我们楼盘属于高端楼盘，所以成交量一直不高，现在还有26套别墅空着呢，这个基数会不会太大了些？就26套了呀。哎，对，少是少了点，不过都要。老周啊，我这个朋友既然这样说了，那就是确定都要了。现在可是有大单上门，还不赶紧拿出一个最优惠的价格来？啊，这样吧，李先生，咱们26套别墅总价5200万，我这边给您优惠到3888万，您看满意吗？签合同吧。啊，这卡，李先生，你稍等，我现在就为您刷卡。刷卡成功。需要靠名牌衬托的身份，还真不怎么值钱。赵哥不用送了，我们这就回去了。兄弟啊，这个昨晚的原油期货是我，厉害，运气罢了。挣个1-2千万是运气，能挣这么多，那可不是能用运气形容的。今天早上我们上面给我打电话，狠狠把我夸了一通，这都是托老弟你的福啊！赵老哥能力在这儿，上位迟早的事情。这个还得靠贵人帮助，以后我的贵人可是兄弟你了。彼此彼此，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赵老哥帮忙。好说。赵哥，有时间聊，慢走。哎呀，羡慕啊！香车美女，有钱是真他妈爽啊！你怎么买那么多别墅啊？未来房子会很值钱，买再多都不为过。对了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我想带你见见我爸爸。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到见你爸了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我爸以前的公司啊是做纺织的，现在涉入金融了，出了些问题，所以我想让你帮忙看看。这样，行，没问题。其实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说，我爸是苏金国，就是咱们省首富苏金国。对。2000年10月15日，我省首富苏金国惨遭诈骗，企业资金链断裂，公司破产，于昨晚跳楼自杀。上一世苏金国因为经营不善自杀身亡，这一世为了语言我必须阻止。你不怪我吗？怪你什么？怪我对你隐瞒身份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
要是放在以前，我可能压力山大，毕竟你爸是首富，你又是他的独生女。那现在就没压力了？现在你爸是首富，那我还是全国富豪前10呢，这也不算基于你的身份居心不轨的人吧？行吧，那咱们明天过去。爸，好久没见到我的宝贝女儿了。爸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朋友李向东。苏董你好，久仰大名。那个语言没在我耳边少念叨你啊。哎，李向东是吧？既然你是语言的朋友，就叫我叔叔吧。那晚辈就斗胆叫您一声苏叔叔。会打高尔夫吗？会的，但是球技很一般。去拿一套球杆，咱俩打一场。很标准啊，是个老手。见笑了。走，咱们继续。叔叔，这一杆我就不打了。为什么不打？这个位置距离球洞最多3杆，你的机会很大。距离虽然好，但是环境不好，这些都不是我熟悉的地方。对于陌生的领域，我不会轻易涉猎。一旦发现了问题，我会及时止损，而不是选择蛮干。小伙子，你这话里有话，是在教训我吗？叔叔，教训自然是不敢，只是提醒叔叔。我苏金国摸爬滚打几10年，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？苏氏集团已经危在旦夕，一步不慎就会破产清算。苏董应该比我更懂这个道理。我知道有人蛊惑苏董投资，可是，一旦投资失败，资金收不回来，供货商那边知道你们资金出现问题，马上就会上门来要款。我说的对吗，苏董？爸，向东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。你是怎么知道？这些都是集团的秘密。这都是上一世跳楼后新闻发布出来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这就是一个骗局，他的目的就是吞掉整个苏氏集团。现在看来，他快要成功了。一派胡言！爸，向东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你就不能冷静的想一想吗？好，我给你机会证明。如果你是对的，我向你道歉；否则，离开语言。好，只要你把主要的负责人叫来，一切真相就会大白。启明，我在汤城打球，你过来一趟。伯父稍等，我马上到。我已经叫他来了，你们当面对质，别让我失望。爸，你怎么还和何启明有来往啊？放心，他要是动了不该动的心思，我不会客气。腿打开，腿打开，对，腰挺直，啊，这样推就行了，哈哈哈，懂了不？于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跟我说？我回我爸这儿，没打算麻烦你。这怎么能说是麻烦呢？咱们俩之间还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怂恿我爸去投资了金融领域？投资的钱呢？于渊，你误会了，什么怂恿啊，说的那么难听。苏伯父可是本省商界第一人，我哪有本事怂恿他呀？你别给我转移话题，我现在就问你，投资的钱到底去哪儿了？既然是投资，那自然是压在项目上了呀。这些所谓的项目，就是你弄了一个空壳公司，把钱都放那些公司里面了吧？小子，是你搬弄是非，不要命了啊！何启明，李向东是我朋友，请你对他客气些。启明啊，明天交一份投资部的投资计划到董事会审议。伯父，是董事会有人质疑投资部的工作，走个流程罢了，有我在，没什么。那是当然，伯父一句话，当然没人敢质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去个洗手间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他设好了圈套，就是来圈你们苏家的钱。喂，是我。资产转移的事情3天之内要全部做完。苏老狗应该有所怀疑了。王八蛋，一定是那小子。就算发现又怎么样？计划马上就要成了，苏氏集团早晚是我。这些就应该是他的全部计划。那我们还犹豫什么？赶紧揭穿他！不可。为什么？他布了这么大一个局，背后甚至还有何家的身影。要翻脸，也要做好后手准备再翻脸。向东说的没错，
他们准备了这么多，突然识破门，担心他们狗急跳墙。那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岂不是让他察觉到了？不，那些话正需要你来说，让他着急。他一急就会露出破绽。语言，你这个朋友不简单了。伯父，语言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需要先走了。好。看样子啊，他是真的急了，想必回去准备资金转移的事情。这方面呢，我能处理，但是投资出去的资金可就麻烦了。我能解决。好大的口气，那可是6个亿啊，也能接回来？只要钱的事儿，在我这儿都不是事。爸，江东可厉害了。别胡了，这个是6亿。唉，没想到我活了一把年纪，最后还是被您捉下了。江东，我看好你，语言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放心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要是不出这些事儿的话，我会慢慢考察。但是现在啊，没时间了。苏叔叔，不就是6个亿吗？我有。爸，前几天啊，向东赚了25个亿呢。多少？25亿，他在期货市场上1天就赚了这么多。后生可畏，我真的老了。叔叔，您也不要妄自菲薄，毕竟你们过来人的经验肯定比年轻人多，这方面我还得向您学习。向东，之前呢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应该向你道歉。叔叔客气了，我本来也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是何启明要是对你和语言不利，我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何启明把钱都投资到了天龙股份里，放心，我会让他一分不少的把这6亿全吐出来。你打算这么做？庄家通杀，今天我来做庄。向东，这就是我的办公室。来，你坐这儿。苏叔叔，我坐您位置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电脑随便用，有需要告诉我。来。何启明买的是天龙股份，我先投几亿进去，让它涨停。接着，我开始平仓，让股价疯狂下跌。行了，叔叔，何启明这下亏惨了。何少，你快看看天龙股份的股票快跌停了，我们今天损失了2个亿。什么？损失了2个亿？这可怎么办？就这一会儿我们就损失了。闭嘴！慌什么慌？等我看了情况再告诉你消息。妈的，王八蛋！这是明显有人要搞我。不行，必须投钱，不然6亿就亏没了。喂，我已经看到盘面了，先从我的户头调集资金，大概还有8000万左右，先把价格拉起来。股价起来了，看来他已经反应过来了。向东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继续把价格打下来吗？不，他在跟我们抢筹码。之前我在跌停线震荡已经吸了不少，但还不够。他想拉价格，我们陪他一起拉。我再投几亿进去。何少，对方也在拉股价，奇怪了，我以为他们会砸盘的。看来他们就针对我来的，他们在吸筹。何少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的8000万很快就会被吞干净，要赶紧想个办法。他妈的，我再给你赚1400万进去，无论如何给我坚持住半个小时，时间一到就休市了，明天开盘再说。哎，好，好了，叔叔，我已经跟赵磊说过了，你的个人账户马上就办下来，事后签个字就行。没问题。我们要赶在休市之前搞定，所以只能看你们2个小号一起上，3个号一起上，我让何启明今晚睡不着觉。何少，我们的防线失守了，彻底没钱了。去他妈的！你他妈家是开金库的，到底他妈的是谁呀？非要跟我作对？不行，我要找我爸帮忙。下午我接到消息，天龙股份的股价异常波动，是有人想要操控股价，已经和对方交上手了。是的，我感觉啊，就是那个苏老哥搞的鬼，
也就是说，你的计划已经暴露了。爸，计划一直很顺利，我这边都心腹不可能出卖我的。我实在想不通，那个苏老狗是从哪儿接到的风声？你以为你的计划一直都天衣无缝？这背后我给你擦了多少屁股，你知道吗？爸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做出应对，否则钱一分都没了。废话，家主不会不管的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，你想接我的班，门都没有。我敢肯定啊，这个人就是为了砸盘来的。或许他们早就已经对我们布局了。赚钱盈利不是他们的目的，他是想把天农地产砸下去。爸，你给我一笔资金，我会赢过来的。你要多少？10亿。这么多钱是要动用家族财产的，你是知道后果的。算上我自己的钱，一共17个亿的本钱，就算砸，都能把对方砸死。爸，我们还可以把苏氏集团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传出去。如果股市里那个人真的是苏老狗的靠山，他就会被我们从2头攻击，首尾不能兼顾。钱明天开盘之前会到你账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一战只能胜，不能败。赢了，家族继承人的位置谁也夺不走；输了，连我都要被你牵连。放心吧，爸，不可能输的。苏氏集团是我，苏雨我也要。怎么样？何启明反应挺快，而且资金也算充裕，我估计他至少临时抽调了1个亿出来。不过我的筹码几乎都在临近跌停价买入的，反而涨停了，我反手倒赚了1000多万。就这样几个小时就赚了1000多万。爸，我就说了吧，向东很厉害的。明天打算怎么做？明天何启明只能继续抽钱，跟我比谁的钱多。那个时候就是我平仓的时候，我要把他的现金流全部吃光。李向东，你对苏氏集团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？叔叔，其实有意向的话，要考虑一下地产行业。这个行业在未来会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，要趁早布局。这个呢，我也想过，只是它占用的资金太大，一般的企业玩不住。其实资金不一定要全部自己拿，先找几块有潜力的地皮，再用地皮向银行贷款，再用贷款支付成本的35%，最后找承建商来垫资，资金回笼以后再还给他们。这大有可为啊！你有兴趣没？我有人脉，你有资金，咱俩大可以合作。好啊，我们可以详细谈一谈。喂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，叔叔？何启明狗急跳墙，把苏氏集团投资失败的消息透了出去，我需要到公司去一趟。哎，叔叔，用不用我去帮忙啊？不用，这边小风小浪我还摆得平。我苏金国这个名字在省里也算是一块招牌，怎么说也压得下去。放心。小东，今晚你就在我家睡吧。这么快？想什么呢？这是我爸交代的。开交代，开玩笑。雨嫣，你爸在家吗？我爸刚出去了。二叔，你有事儿？哎，来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我听说啊，咱们集团资金出了点问题，我过来问问啊。二叔，你就放宽心吧，那么大的集团不会出现资金问题的。那可说不准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让你爸先把我们的货款给付了。哎，虽说下个月才是结算日啊，但我们担不起这风险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外面才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你作为我的二叔，我爸的兄弟，你不但不帮忙，反而第一个上门要钱。胡闹！一个小孩子家的，你懂什么？有你这样的态度跟长辈说话的？二叔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，还指望我什么态度？你爸都不敢用这样的态度跟我讲话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今天我也就跟你明说了，你们家欠我货款是事实，今儿要不把钱给我，我连夜就上超市拿东西去。我爸自从创立公司以后，从未忘记给你们家好处。要不是我爸的话，你们家的食品厂早就倒闭了。我是你爸的亲弟弟，
他那么有钱，给我点钱怎么了？我就知道你这死丫头看不起我这穷亲戚。算了，我和你这样的人根本没法沟通。你走吧，我爸不在家。拿钱，100万货款给我。叔叔，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。按约定，货款下个月才给你，现在你就上门来要，既不合情理也不合法，所以您还是请回吧。哪儿蹦出来的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这是我们苏家的事儿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雨嫣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雨嫣啊，你也不要被别人给骗了。现在社会上啊，就有很多这种游手好闲的人，专门骗你这种富家小姐啊，小心点，找男人啊也得找个像样的。像这种穷酸的，算什么东西？要丢脸也是你丢苏家的脸。大哥，你回来了？你不是找我吗？我当然要回来。大哥，我也是要养家糊口的，要不你还是先把货款给我吧。这是113万货款，赶紧滚！大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怎么说我也是你亲弟弟，你这一副施舍的样子什么意思啊？我给你供货，你给我钱，天经地义呀。你的货什么质量心里没数吗？要不是血缘的关系，我早给你清场扔出去了。不就有2个臭钱吗？反正现在集团也不行了，风水轮流转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小东，让你看笑话。没有叔叔，供货商那边的事怎么样了？暂时是压下去了，但是要尽快把资金补上，否则的话我也拖延不了太久。明日一战，胜负计分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要有心理压力。马上要开盘了，这一战既定胜负，也分生死。买入，给我扫光这个价位所有的物。那人呢？怎么消失了？哼，是害怕了。不是啊，他出现了，还敢出现？加大力度，扫光所有的股票。跟我比钱，来呀，10个亿，我用钱都能把你给买了。鱼已经咬饵，可以收网。这回何启明可得掉块肉。烫水了，对手要出货。和尚，我们的资金全部被梦龙交易成功，给我补仓，这17亿全给我买进。和尚，资金不够了。完了，17亿都没了。我明白了，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天龙地产的庄，而是把我骗进这个局。赚了多少？我入场的时候啊是25亿左右，现在是40亿7千万，几乎把何启明榨干了。天哪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这种赚钱的机会啊，确实令人着迷。不过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爸，向东可把你被骗的钱全部弄回来了。是，你男朋友真厉害。爸，我输了。家族现在非常愤怒，一定要有人为这件事情负责。我会尽量保住你家族成员的资格，不必赶出去。不知道，知道对方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被他搞了10几亿，连继承人的资格都没了，结果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。爸，能有这样实力的人，肯定不是无名之辈，我会查出来的。这一次家族亏了整整10个亿，不用你说，家族都不会放过他。这段时间你低调一些，不要在省城待下去了。小东，接下来的事儿我会处理。这一次啊，多亏你帮忙。叔叔见外了，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。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啊，我和何家会有一番斗争。
雨嫣就拜托你帮我照顾好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等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啊，你说的房地产项目，我们好好的谈呀，我很感兴趣。好，房地产行业在未来一定会是暴利行业，我们自然不能错过，而且一早不宜迟。叔叔这边如果有计划的话，随时通知我。好，我还有事儿啊，你们先聊。哎，那爸，你先去忙吧。油嘴滑舌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赚了钱之后，自然是买。我们先去买辆车。这车不错，是吧？先生，两位是对这台奔驰感兴趣吗？我可以为你们介绍一下的。钱露露想接生意有点眼力劲儿，就他们穿这样的，还想买奔驰？只要是客人，不管买不买，都要好好招待的。白痴，农村丫头就是农村丫头，哪里能和城里人比？老子缺根筋。只要你觉得做得对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。我可以进去吗？可以的。哎，等价。这车多少钱你知道吗？碰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这车放展厅不就是给人体验的吗？是给人体验的呀，又不是给你那种穷人体验的。你这人服务态度也太差了吧！就你这个样子，还能做销售啊？这里车每一台都好几百万，你买得起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就买不起呢？你买得起，我把这抹布给吞了，好吧？哎，行了，车也看了，别在这碍眼，真是的，一副穷酸样。刷卡，全款。啊？现在给我把这抹布吞了。现在给我把这抹布吞了。随意拿张卡出来糊弄人是吧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帮我开票吧。啊，真买吗？真买。交易成功。怎么不吞了？先生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自己说的话忘了。算了，你走吧。哇，这车果然不一样，比我的奥迪好多了。喜欢吗？喜欢，给你买一辆。不用，我要自己赚钱买。志气还不小啊！想赚钱，不如这样，把工作辞了，跟在我身边。行，不过我跟在你身边能干什么呀？好说，暂时啊，先做我的助理，等公司成立以后，根据你的能力，再给你安排个职位。你要开公司啊？当然，单打独斗肯定成不了什么气候，这事我早就计划好了。今天我们就去找个人，他会是我的得力助手。谁啊？打工皇帝唐洪文。唐洪文每天下班都会到公司对面这个烧烤摊喝点。你怎么知道？对于我而言啊，每天最轻松的事情就是从微软下班，然后啊，在公司附近的烧烤摊吃烧烤，坐在那里的角落，没有人能够认识我。也许啊，那就是我唯一能做回普通人的时候。可是他是微软的总经理，他能从微软跳槽出来帮你创业？一定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要的只有我能给他。那咱们直接去他公司找他不就行了？不行，每天去公司扒他的人太多，直接去公司显得太平庸。第一次见，我就让他记住。他今天会不会不来了？放心，他今天一定会来的。他来了。还是老样子啊？对，好嘞。唐先生你好，可以坐下来一起聊聊吗？我们认识吗？之前不认识，但是现在就认识了。你好，我叫李向东。李先生是我找我有事，我想邀请唐先生加入我的公司。抱歉，李先生，我还有事，下次再聊。唐先生，你知道如果学历证是假的，后果会很严重，对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唐总，你在福尼亚州的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是假的吧？你在威胁我？我没有威胁你，你一直因为你的学历问题战战兢兢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找一个愿意接纳你污点的公司呢？我年薪可是400万啊，你开得起吗你？我给你800万，你值这个价。你是哪个公司的？公司目前还没有，不过如果你愿意，我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公司注册，你是我第一个。真不敢相信，我居然会跟你在这里浪费半天时间。唐先生，我的时间比你更宝贵。你拒绝的可不是一份工作，而是更加辉煌的人生，以及开启商界新纪元的机会。
我需要看看你的实力，确保你不是在逗我玩。40亿7000万。唐先生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可以跟我到附近的分行验资。不用了，我相信李先生不会在这种事情开玩笑的。的确，你我的时间都很宝贵。李先生，恕我冒昧，请问您的资产是个人所有，还是家族合资？唐先生有关注过期货市场吗？有听说过，之前有个神秘散户在原油国际期货红了数十亿。等等，难道是你？的确是我。1个月之前我还身无分文，但我通过房产抵押到现在积累了这么多。唐先生还有什么疑虑？我想问李先生，你现在看好哪个行业？互联网。别说国内，哪怕西方资本集团也不看好互联网。李先生为什么这么有信心？我坚信互联网会在未来的20年影响全人类的生活，而你我将一起缔造这个辉煌，站在世界的顶端。唐洪门，你舍得错过吗？李先生，合作愉快，一定愉快。有的时候啊，我真想看看你脑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。怎么了？你连唐洪文都说动离开微软了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跟他说年薪工资是没有意义的，他更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他需要一个机会和平台，而这些我能给他。那连唐洪文都来给你打工了，你今后什么打算？在未来，我要让我的名字被所有人所传颂。我相信你。我知道你信，我也一定可以。我会让你陪着我，跟我一起见证。明天把工作辞了，我们一起把公司注册了。好。兄弟啊，这语嫣可是我们行的行花啊，这辞职不知道多少人要伤心了，你可得对他好点。放心，我肯定舍不得委屈的语言。赵哥，我想注册一个公司，你有认识的人吗？帮我打个招呼，我比较急。这没问题，正好呀，工商局的郑局手是我同学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注册资金10亿。李老弟，非常人呀！感谢郑局通融，不然手续也没这么快能办好。客气了，客气了，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。不过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叫东宇资本吧。好，东宇资本。哎，李兄弟，上次在荣城山庄我们自己聚会的那帮哥们儿，今天晚上在喜来登还有个饭局，他们可是一直叫我邀请你一起去，怎么样？给个面子。好啊，肯定去。那晚上就说定了，我们可就等你了啊。今晚的饭局你要去吗？去啊，做生意离不开朋友的帮衬，各行各业都一样，而且有些饭局啊必不可少。哎，我们的高中同班同学李胜你还记得吗？他今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是今晚要在喜来登举办同学聚会。怎么不叫我？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你还是之前那个穷小子。我听说今年李胜在股市赚了不少钱，所以啊，这次叫的都是条件还不错的同学，就没叫你。这个李胜好像是在追你吧？没有，我跟他一直都没有联系的。这个同学会，我必须去。哎，李兄弟啊，我们在兰江阁包厢，大家可都等着你呢。赵哥，我上楼下407包厢应酬下，马上就来。407，好啊，那我们等你。好。星星，雨嫣，怎么现在才来？大伙都等着你呢。我今天也是因为星星才来的，不用特意等我。雨嫣，你不知道吧？我最近炒股挣了70-80万，再过几个月就是100万了。我现在有钱了。那真是恭喜你了。这个苏雨嫣真是不知道的。这位是同学聚会，主管人员可不能进来。他是李向东。哦，就是那个3天吃2顿饭，顿顿咸菜被馒头的穷小子。李胜，大家以前好歹就是同学，你说话客气一点。什么同学不同学的？
肯定是听说我炒股赚了钱，来求我指点的吧？这样的人我见多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把你的狗爪子给我拉开！把你的狗爪子给我拉开！我要是不拿呢？看你是不要命了！那个李胜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们推荐一只股票吗？你快说说，让我们这些老同学都沾沾光。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只股票就是海城科技，明天开盘一定会大涨。海城科技就是垃圾股，马上就要爆了，现在净一个死。你也懂股票啊？如果想炒股赚点钱的话，不如买些万科的股票，长期持有赚个30%不是问题。谢谢，相信他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说我选的是垃圾股，会爆雷？哼，我一年炒股挣70-80万，你呢？懂不懂对推荐？害死人！李长命啊！是啊，李胜可是出了名的赌王，他怎么会错？我还是相信李胜。就是，我看他就想在苏雨嫣面前表现自己。海城科技的股票我早就买了，最近就没跌过。向东，我们走吧，跟这些人没什么好去的。真的，新闻报道说海城科技涉嫌隐瞒公司重大亏损，现在股价已经跌停了。这不可能！把钱包身家都投进去的，这一定是假消息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庄家故意放出假消息，让股民把股票给卖了。哎，李兄弟，知道你在这儿有应酬，我们几个就合计了一下，过来见一下李兄弟的朋友们，顺便呢敬杯酒。来，各位真是太客气了啊！我的天，那是银行的领导赵磊啊！连工商部门的郑局手也来了，这些大佬都是来跟李向东敬酒的。走，咱们上去看。去吧。爷，刚才那些人都是来找李向东的。李向东现在是什么人啊？他怎么能和那些大佬一起吃饭？你们刚刚不是都在巴结李胜这个股王吗？还关心李向东干什么？雨嫣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别这样。你们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10亿。雨嫣，停一下。你还有事？李向东那么有钱，能不能跟他说一说，让他帮帮我？毕竟大家都是老同学，总不能看着我死吧？就是啊，他那么有钱，注册资金就10亿，拿出一点来分给同学们也好啊。他赚这么多也花不完，忍心看着我们这些同学吃苦吗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你们还真是无可救药，一点脸都不要了。以后各走各的，别让你们的无耻断送我对你们的最后一点同学情。刚送走了？都送走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怪你什么？怪我非要拉着你参加同学聚会，还把你的营业执照拿出来了。财不露白的道理我懂，但是我就是忍不了他们看不起你。什么财不露白？我要是有100万、1000万，我还不敢露呢。可是财富到了这种地步，巴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有钱人，不然怎么狠狠打那些登高踩低人的嘴脸？营业执照已经办下来了，这栋别墅暂时就是我们的办公城。你的家园啊，先住到其他别墅，房间随便挑。哎，我接下来的工作是……你是东宇资本的总经理，公司现在虽然没有业务，不过马上就会有的。这就是创业公司的感觉啊！虽然我们是创业公司，不过我们有的是钱，直接收购对方公司就可以了。那李总的意思是已经有收购对象了？有，我已经给咱俩订好了机票，深城。深圳的互联网公司实在太多了，不知道李总的目标是哪个？微讯现在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通讯软件，有500万用户。虽然现在是只小包子，它将来会成长为别人想象不到的庞然大物。我之前倒是听说过，不过包括微讯在内，目前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没有盈利的方式，每天都在亏钱。亏损只是暂时的，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，互联网可以赚钱，而且可以赚大钱。深城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。就这？你在微软这种超级企业里面工作，自然很难体会到国内草根公司创业的艰辛。就这，都已经算不错的了。
服务器马上就崩了，不行了，受不了了，我要买新服务器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他没钱啊。和记忆中的一样，这时候的微讯简直穷得可怕，服务器都买不起。哎，你们是谁？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来谈合作的，不过在讨论这个事情前，你们要处理一下你们的服务器，再不解决的话，你们的服务器可就崩溃了。徐冰冰，快想想办法呀！现在服务器负载太大，一旦崩溃，我们会损失很多用户的。真不行就强行让一部分用户下线，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下。李总，这帮年轻人的氛围倒是不错，可就是太穷了。如果他们不穷，我们怎么能有机会？可以在服务器内存中开辟一个缓存区，延迟1秒再把消息发送出去，这样用户既感受不到延迟，还可以释放更大的算力。要啊！徐冰冰，快照办！你来修缓存区，我扛住数据流。好。这一关总算过去了，现在又能熬一周了。你好，我是张松松，你刚才办法确实很好用，谢谢你。我叫李向东，身边这位是唐洪文，我们2位就是来跟微讯谈合作的。唐洪文，微软的唐洪文。我已经从微软辞职了，现在是东宇资本的总经理。李总啊，是我现在的老板。你就是东宇资本的老板？可你还那么年轻。马总也比我大不了几岁，不也创立了微讯？微讯还不能和东宇资本比啊！我今天看到唐总加入东宇资本的消息，注册资本10个亿啊！10个亿！老板，李总是来和我们合作的。不知道李总指的是哪方面的合作呀？我很看好你们的微讯，而且我自己也有用。在我看来，你们的热聊实时软件是全国目前最优秀的软件。李总，你这是要投资我们？是的，我打算投资1个亿。什么？1个亿？是的，1个亿现金注资。李总，这是要全盘收购？不是，我只要51%的股份，剩下49%由你们创业团队内部消化。这和全盘收购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在于我只制定大的战略方针和如何实现微讯的盈利，但具体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你们说了算，我不插手。你们怎么看？这还怎么看？用眼睛看，用双手双脚赞成啊！不插手公司管理，还能帮我们实现盈利，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吗？在未来，微讯会成长为一家市值万亿的巨无霸公司，到时候每分每秒都会产生上百万的利润。你说真的？李总，你说你有让我们盈利的办法？当然，不过你们得先把合同签了，我才会说。行，我们同意，但是你的盈利的办法和不插手公司的管理要写进合同里面。这是自然，不过前期呢，唐洪文会帮助你们打造公司架构，这一点你们没有异议吧？当然没有，像唐总这种大佬职业经理人来帮我们是求之不得啊！我去拿合同。来，李总。明天上班后去工商部门办理股权过户，我的资金就会到账了。李总，赶紧说吧。说什么？盈利的办法呀！我给忘了，我还以为你们等钱呢。其实这个盈利的办法呀有很多，我先说一个。小灵通大家都有吧？现在给人发消息，人必须坐在电脑面前。假如我们和通讯公司合作，让消息以短信的形式发给不在电脑前的人，会怎么样？厉害啊，李总！这不但大大增加了热聊的竞争力，更是产生巨大利润的好办法呀！这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轰动。一条短信1毛钱，我们哪能分到3分？那都是天大的利润啊！好办法呀，这。另外热聊的程序太大了，想办法再压缩一下，争取到1 MB 之内。相信我，这样做虽然很麻烦，但至少会让用户再增加3成。好，我明天就开始研究。方法都交给你们了，唐洪文留下来帮你们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对了，从明天开始就不要发放5位数的热聊号码了，
从6位数开始发，像666、888这种连号、吉利号码都保留在号码池当中。好，徐总，可不可以把我的热疗号改成5个9呢？这事简单，交给我了。李总，为什么要留着这些热疗号？在未来啊，这些热疗号都价值上万元，这么值钱？我就先走了，你就在这里代表东宇资本帮助公司打造全新架构。哦，对了，可以适当的开发热疗的游戏内容。你想什么呢，呆子？为什么我有一种美女开着老公豪车偷偷约会小情人的感觉？要死啊！你不是说还要2、3天才能回来吗？怎么那么急？我妈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点事儿。家里？你父母那儿？我妈说邻居建房子占了我家大半个地基，我爸去理论还差点让他们给打了。这邻居也太过分了吧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所以啊，我想把深圳那边的事儿先放下，赶回去先处理这个。那我和你一起去。行啊，反正迟早要见爸妈的。话里有话吧你。行了，你开慢点，我补个妆。放心，还有2个小时才到。哎，钱取了吗？取了，放心吧，就在包里呢。开稳点儿，被我妆画歪了。要你赔这口红？赔你100支。有钱了不起啊？抱歉，有钱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哇，这谁家女儿这么水灵啊？哇，真漂亮，我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。肯定是城里人啊！你看那衣服，我见都没见过。咱们村啥时候来这么漂亮的姑娘？那男的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哎，你不是李向东吗？就是他。我跟你说啊，当年他毕业之后呢，就留在城里工作。他爸为了给他买房子啊，出了不少钱呢。哎，他今天怎么回来了？那漂亮的姑娘是他女朋友吗？肯定是他爸差点被别人打那次。我操，这车要10好几万吧？哎呀，当年他爸给他凑钱买房子都穷成啥样，还有钱买车呢？哇，这车我认识，可不是几十万能买的，至少得300万。我操，这么贵啊！哎，他们过去了，走去那边看看。走。妈，向东，对不起妈，我们回来晚了。妈，向东，对不起妈，我们回来晚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妈，这是我朋友苏雨嫣。阿姨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爸呢？在下边和你表姑商量事情。他们强占我们地基，还动手打人，这种事可没什么商量的。都是邻居，又是表亲，你表姑我们也不好得罪，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不就是当时买房子问他们借了1万块钱吗？妈，今天这种事儿咱们可不怕闹大。阿姨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儿子啊现在可有本事了。还是有点担心。没事的。钟明，你家困难的时候我没帮过你吗？为这点小事蹬鼻子上脸，不怕别人笑话吗？欠钱的事情我记得到，我也会还，但是这个地基我不能丢哦。那你就还钱，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。 50多岁的人了，身上连10块钱都掏不出来，谁家下来也会把姑娘嫁到你们家来？爸，我当是哪个喂？原来是废物老子的废物儿子了。你咋还回来了？妈说家里出事，我就赶紧赶回来了。哎呀，没得你的事，你不要来掺和。哎呀，钱带来了吗？带了。之前买房建家的1万块钱，去年我爸看病建家的2万，现在我再多给你3万，一共6万，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钱多，你哪来那么多钱了？没看见是人家漂亮姑娘拿的钱吗？这小子肯定傍上人家漂亮姑娘了。没错啊，这个向东听说在城里混得也很惨呐，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呢？对不对？我看这李强说的对呀，这向东啊，8成在城里做了小白脸啦。天杀的，你丢你家的祖宗的脸！周明，你家咋个出个小白脸喽？向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姨，向东现在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，不但买了新车，还买了房，现在有的是钱，而且钱来得堂堂正正。哎，站长，
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向东真的在城里买了新房，买了新车吗？那向东现在熟悉了呀。不错不错。向东啊，刚才表姑和阿强有些冲动，你不要介意嘛。我们是一家人，过了就过了。表姑说过了，那就过了吧。果然是城里人，就是有气度。阿强，你要跟你表哥好好学习。是，我以后一定跟着表表好好学。跟在我身边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向东，你办了公司，怎么要有自家人帮忙嘛？表哥，你放心，公司啊有我帮你看着。我公司现在不缺人，也不需要你帮忙看着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你那么有钱，你就给我几万嘛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欠你们的钱连本带利已经都给你们了，其余钱1分没有。向东，我好歹也是你长辈嘛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现在看我赚钱了又过来巴结我，你们这种亲戚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李向东，你算是出息了，你连表姑都敢骂？你在那吼，行不行？我打死你！妈，我们走，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时候。爸妈，晚上我接你们一块回城里住。不去，你们城里面啊，还没得我们农村自在哦。前几天啊，我刚在城里买了几套别墅，专门给你们二老留了一套，还带院子，种菜养花，你们随便。要不这样，先到城里住几天，如果不适应了再回来。那好嘛，吃完饭了，给你妈去收拾东西，要记得还人家的钱哦。报不了。爸妈，以后啊，你们就住这儿。明天我让雨嫣帮你们找2保姆，专门照顾你们生活起居。保姆啥子保姆？还花那个钱哟？我和你妈不跑得又走得，你要照顾啥子嘛？哎呀，我们不要保姆哦。妈，这卡就是别墅的钥匙，我就住隔壁，只不过平时比较忙，等一有空我就带雨嫣回来陪你吃饭。接个电话。那叔叔阿姨，我先带你们看看房子，走吧。李总，按照你的意见，我们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700万，在线用户峰值达到了300万，干得漂亮！但是，李总，我接到消息，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美狼已经研发出新的即时通讯软件，专门狙击我们。后天上午，他们就会正式发布。上一世是2004年美狼才启动的，现在是提前了2年，看来蝴蝶效应已经发生了。明天你们想办法弄到美狼的内部测试版本，我过来的。狼娘的早期测试版本我已经看过了，很不错啊。不过呢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得意，我们拥有全国最好的技术团队，如果连深层那5个人草台班子都干不了，那大家都别想上市了，直接跳楼算了吧啊！王总，您放心，我们技术研发部门有信心打好这一仗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们凯旋的好消息。现在看来，国内的互联网市场除了灵虎之外，我们没有对手，就算丁石的网天也差远了。李总，这个就是狼鸟的聊天测试版。我看一下。李总，他们简直太无耻了！你看看他们发布的狼鸟，简直就是完全抄袭我们的热聊。我看了，确实做得不错，优化方面比热聊要做得好。不过问题不大，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就是要让热聊实现一些其他功能。什么功能？要增加视频和同城交友功能。这个不错。视频交友的功能中啊，要让用户自由选择是否可以被同城搜索，还有也要让他们自由选择是否可以搜索异性，但是要限制他们每天的搜索次数，要通过推广等方式再来增加他们的次数。你这番话彻底点醒了我们。这些功能之前我们也考虑过，只是一直没有实现出来而已。我也只是提个建议，具体怎么操作，还得马总你来。好，眼前这些啊，只是小风小浪，他们打不死我们，只会让我们更强大。李总，新版本已经做出来了，现在马上发布。另外，让微讯的门户网站也马上上线。
记住，你们背后有我兜底，10亿不够就20亿，20亿不够就30亿，比钱多。在国内互联网，我还能有怕过谁？学生告诉我，为什么上午狼聊刚发布，下午热聊就更新版本了？推出了新版本，可是把狼聊弄成一个大笑话。知不知道今天我接了多少个电话，多少人等着看我的笑话？真没了，这一次丢脸就是他妈哈士奇了。王总，这一次微讯背后一定有高人在操刀，否则以他们的能力开发出这些功能，我还相信。可嗅觉不可能如此灵敏，这里面一定是有些问题的。是啊，老板，这还要你说？东宇资本前几天已经入股了微讯，这背后一定是他们搞的鬼。东宇资本，那个名不见经传，却一出手就把唐宏文从微软拉过来的公司。第一笔投资就打退了我们对微讯的主机，这个东宇资本本事不小啊！王总，不好了，微讯刚上线了门户网站。微讯上线了门户网站，这伤出心，抢他们市场，他们还往我们祖坟。东宇资本。向东，我爸叫我们回去吃个饭，顺便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房地产计划的事情。好啊，正好我手上的事情刚处理完，等我从深圳回去就跟你联系。那你们先忙，我就先撤了。好，慢走你了。何家的家主下台了，这么严重？这次他们损失了10多亿，还丢光了脸。短时间不会再有什么动作了，但是他们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兵来将挡，我们还是谈谈你说的房地产的事儿吧。上次你说了之后呢，我一直派人调查市场，发现大有可为。苏氏集团可以先以省城为核心，然后打造稳固好自己的大本营后，再辐射周边城市。我打算在优秀的区域拉地皮，在最短的时间把省内房地产的地位奠定起来。可以，就是资金的确是个问题，所以我才找上你。当然可以，需要多少钱？咱们开一个公司，各投10亿，股份55分。叔叔，我要40%就可以了。还是55分吧，反正我这点家产早晚不都是你们的。爸，向东啊，省城市府打算拍卖一块地，我觉得很有投资价值。地皮位置怎么样？一共是16亩，不算小啊。居然是这里！5年之后火爆省城的高档住宅区就是这里。我记得2020年这个小区的房价是8万。它的位置呢，属于兰陵江滩地块，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位置稍微偏南些，属于这个核心城区的外围，交通和配套设施也相对差一些。现在省城的城区已经非常老旧和拥堵，扩容势在必行。而这块地又靠近南陵江，将来一定是块优质地皮。我得到内部消息，市府呢已经在讨论城市扩容的相关计划。向东啊，你的商业嗅觉让我感觉很恐怖。叔叔夸奖。那这块地起拍价是多少？3个亿，还有兰陵江南岸的整体开发权。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必要参与竞争？一定要拿下来！一旦我们拿下南陵江南岸的整体开发权，我们就掌握了未来20年省城经济核心区的最大话语权。好，我信。之后的土地拍卖的事情由你负责，我马上安排人把房地产公司注册起来。既然决定了，那就一早不宜迟，开始干吧。来吃葡萄。我跟你说啊，之前听我爸说的那块地皮的消息泄露出去了，现在很多人都在打听，就连省里那几个有数的富豪也都很感兴趣呢。那是肯定，现在身家过千万的可都不是简单人，我们能看出来的东西，不能指望别人都是瞎子。可是竞争一大，价格就高了呀。那是自然。明天我出趟门，
你要去干什么呀？拍卖会这2天就开始了，而且公司的注册已经下来了，我去申请拍卖会资格。哼，哟，你一个吃软饭的也来申请竞拍，看来是吃出点名堂来了。你倒是想吃软饭，可惜啊，永远吃不上。是你的，别得意。我之前是吃了点亏，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充其量不过是他们身边的一条狗，少他妈在我面前狗仗人势。那这次我倒要看看，我们谁笑到最后。尽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3个亿，这是您的号码牌。哎，谢谢。苏金光那老狗把13亿给你跟苏语言了，你要不爽可以咬我。我去！何少哥，你不能不走。你得意不了太久，很快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的。你这个人挺有 AC 的啦，算是夸奖吧。算吧。要是刚才他们打你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报警啊！换作是别的男人，他们总会想方设法的在我面前表演的很绅士又不害怕的样子。所以说那是别的男人。喂，你不打算看我一张名片，然后问一下我的运气分析吗？没兴趣。港粤地区的口音，应该是省城投资的港城大佬了。看来何家跟港商方面有了联系。有趣的男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何家已经和港方方面取得了联系？只要港商投资那块地，那块地就会越来越值钱。怪不得何家表示会志在必得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给他，给他，跟何家死磕完全没有必要。如果港商不投资那块地，何家必吃个大亏。你有把握影响港商吗？只要港商跟我们合作，能获得更大的利润。他们为什么不呢？该死！该死！去他妈的王八蛋！他李江东算什么狗东西？你敢爬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？和尚，老爷说过，见以正事为重。等禅门成功了，那李向东还不是你面前的一条狗吗？你说的不错，恐怕他李向东和苏金国做梦都想不到，我们有了港商的支持，这场拍卖会一定是我笑到最后。和尚好。和尚，你来了。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找点省城的乐子吗？怎么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？没有，就是啊，出了一点小意外。这不是我们家也想拍卖那块地吗？我爸把我骂了一顿，嫌弃我办事进度不行。别跟我玩这一套了，大陆仔。你放心，你们的事情我已经跟我家老头说过，你们也确实够这个，跟你们合作也不是不行。不过嘛，和尚，您说，我不开心，我老头就不开心，我们都不开心，合作当然没希望了。和尚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要把您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项目已经安排好了。和尚，请。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眼力的大陆仔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们明天把地拍下来，霍家的钱就会打在你们的账上。和尚客气了，能招待您啊，是我的荣幸。为了30亿投资无忍，等明天拍卖会上我的计划成了，哼，李向东，我受过的屈辱一定100倍偿还。哟，老刘，来这么早？哎呀，还送我呢！你这个做医药行业的，还对房地产感兴趣啊？唉，感兴趣有什么用啊？我们这些人都是背太子读书的。这何家摆明了和苏家龙虎相争，这谁都不敢去猜。说的也是啊，这两家本就不对付，听说之前还明争暗斗了一番，好像何家还吃了亏。不知道这一次谁胜谁负啊？今天这个门票钱看个大热闹，
也值了。哟，软饭男又来了。苏雨嫣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非要跟这种废物生活在一起。请你让开。哎呀，亏我还那么喜欢你，结果你却瞎了眼，看上这么一个废物东西。我说了，请你让开。你站在我面前，只会让我觉得你很恶心。恶心？苏雨嫣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才是真正优秀的男人，而你身边这个废物东西啊，连我的一条狗都不如。你有病吧？向东，我们走，别理他。李向东，你等着，我等着看你的死期。现在你有多得意，待会儿你就有多落魄。来呀，看谁笑到最后。欢迎各位来宾，今天的拍卖会由我主持。本次的拍卖物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南宁江南岸一块16亩的土地，以及配套捆绑的整个南宁江南岸的整体开发权。现在开始，底价3亿，每次举牌叫价不得低于100万。3亿、 4亿、 5亿、 7亿。没钱就别出来学人玩拍卖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他在故意激怒你。我知道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底线是9个亿，看他那架势，肯定是不会罢休的。7亿1000万。怎么没钱了？1000万1000万的叫算什么？老子直接出10个亿，有本事你再加。你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有后手。10亿2次，其他人还有加价的吗？你不是很能吗？叫啊！你给老子叫啊！老子他妈拿钱砸都砸死你！跟老子玩，你他妈还嫩点！12亿。向东，我们不是不要了吗？何家钱不是多吗？让他们再多出几笔。你也太坏了吧！12亿，第一次。这块地有港商看好，未来价值不可估量，我们一定要拿下。家族已经把绝大部分流动资金都集中了起来，这一次拍卖绝对不容有失。12亿，第3。15亿！我操！李向东，你赏他妈得意了？你以为12亿就能赢？和我何家比钱多，够资格吗？15亿，还有吗？15亿第一次，15亿第2次。你继续叫啊！怎么不叫了啊？有本事你继续加价，我他妈不信你能有钱加到20亿。这叫12亿的年轻人是谁？他是来自于建信地产的人，好像是苏基本地苏家的牌系。哦，这好身材可以的了，有意思。爸，叫价15亿那个叫做贺启明，我有跟你提过，你说的那个后生明显是被贺启明的价格吓住的，没出息，死了。他这是在遛狗，这你都看不出来？一句话就让你介绍那个人多出5个亿，你要是有他一半的本事，我这次都不用亲自过来的了。对不起，爸。怎么？15亿第3次竞拍成交，让我们恭喜何氏投资有限公司竞拍成功。这个东西，你怎么不继续跟啊？哼，我就说你是个废物。哦。是不是苏金文那老东西没给够你钱啊？别急，就拉倒，我去办点事。何先生，我再给你来。顾先生，李向东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还跟霍先生谈？没钱就滚，谈你妈的谈！霍小姐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爸，听听他想说什么吧。好身材，这一次我只是一个看客，你找我没用的啦。拍卖已经落锤，自然是事实。但我找霍先生谈的是另一件大事。那有什么大事？别耽误我们 ，Get out！ 霍家生，爸到外面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呢？好身材，你手段不错，我现在等司机，这个时间你可以跟我谈。感谢。霍先生，港城豪门林立，但在我眼中唯一的豪门只有霍家。多谢你的夸奖，但这跟我谈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？抱歉，
你真的时间不多了。霍先生，在回归那一年金融风暴中，霍家亏损了90亿，我能帮你们赚回来。后生，你知道食言的后果吗？霍先生，前段时间那个原油期货散户就是我。你要什么？我要霍家的全面合作，但这并不是让霍家一味付出，因为合作都是共赢的，包括南临江南岸的整体开发权。后生仔，你胃口不小了，你知道我霍家多大体量吗？但是内地的体量更大，大到可以把整个霍家吞掉，连一个雪花都打不起来。后生仔，我是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不错，很不错。爸，他就说的大话，你也听。就这样，还想跟我们家全面合作？他有那个本钱跟本事吗？你爷爷也当年也是白手起家，靠200港币做生意才有我们现在的霍家。他眼下没资本，不代表以后没资本。以后少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，本事没长，价值倒是不小。后生仔，我准备在内地投资游乐场项目，有没有兴趣？这几天我住喜来登，你可以来找我。晚辈一定登门拜访。好。等等，霍先生，等等，你们答应要跟我们何家合作了，现在我们何家花了15亿拍下土地跟开发权，你们不能把我们何家抛弃。你答应他什么？爸，别听他瞎说，我只答应他把何家介绍给你，并没有说过要跟何家合作。后生仔，我等着你。你们给我站住！霍家村，老子之前像狗一样伺候你，现在你不管我了？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15个亿，我们何家花了15个亿，就这么算了？不可能！铺盖了！不是还没成交，不给钱费拍不就行了？5000万保证金而已。我也走了。谢谢，欠你一个人情。记得还你。李向东，你他妈阴我！拍卖会牌子你自己举的，价钱你自己叫的，怎么是我阴你呢？别他妈装傻了！最后12亿是你叫的，让我提价，让我走入死路，你不得好死！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该想想该怎么办，而不是在这里无能的狂怒。能解决问题吗？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，开发权我已经拍下来了，不会让你。那你就拿着吧，前提是你们何家吃得下的。现在已经没有了霍家的支持，我们进行地产和霍家一起合作，就算没有南岸，把北岸开发出来难吗？还有，之前你们损失了10亿，后来又损失了15亿，你们何家有多少钱给你这个败家子败？还有，你可真是败家有道啊！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凯旋归来了，也就是不辱使命吧。经过我都知道了，好小子，面对霍家可以做到心平气和、条理清晰、进退有序。我朋友告诉我那个场面的时候，可把你夸上天了。他们也就是更有钱，我并不是求着他们合作，只是给了他们一个更有利的合作方向。他们都是聪明人，自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今天高兴啊，咱爷俩好好喝一杯。老爸，我去拿酒。好，走。来，何家这次啊吃了那么大的亏，现在进退两难，你们说他会不会咬着牙就捏着开发权不放啊？不会的，何家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竞拍，他们宁愿损失那5000万，也不会拿出15亿的，否则何家可真就要完了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何家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？这不得给人笑话死？他们这些家族最看重的就是脸面了。他们平时是看重脸面，可到了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啊，他们看的比谁都明白。可惜了，才5000万的损失。也还行，他们损失了5000万，我们拿了一块地啊。再喝一下。爸，我们都被李向东，我都知道了。
我不甘心。从一开始你就已经走入了别人的圈套里了，没想到那个叫李向东的年轻人居然能打动霍启明，这是最大的变数，也是苏家反败为胜的关键。我要弄死他！你先离开本省吧，接连2次的教训，希望你能真正的成长起来，否则的话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李向东，你等着，给我等着！阿姨，这几天你们都跑哪点去了？我看隔壁你们住的那个房间里灯都没开，也不见人。妈，这几天比较忙，一直在约他爸玩。见家长啦？有没有带礼物？阿姨，就是寻常的见面，主要还是生意上有点合作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于嫣呀，这没什么好害羞的。等向东他爸回来了，我们就商量一下两家家长什么时候见个面。妈，这才哪到哪儿，你就别跟他掺和了。你这孩子胡说什么？你想让于嫣没名没分的跟着你，我可不答应。该见家长时就见家长。哎，赵哥，行，我现在过去。天天这么忙，在家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没办法，实在推不了。妈，于嫣，我出去一下。好，那你早去早回。赵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兄弟，这次你得帮帮我，要不然我就完蛋了。什么情况？梁泽掌握了我一些给企业违规贷款的资料，现在把事情捅到上面去了。金额多少？金额不多，就300万。这是梁泽那个王八蛋故意给我做的一个局。我一看是朋友，就违规放贷给了他们。结果谁知道那些人拿钱直接跑路了。现在梁泽如果把这件事情捅到省行，那事情就大了。上一世，赵磊升到了省分行2把手，梁泽竟是因为非法集资2两，看来是我改变了赵磊的诡计。这个忙你去吧。兄弟，真搞不了就算了，大不了这个职位我不做了。事情好解决，我是在想，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机会，要办就把梁泽给办了。你能有把握？你能联系上他？能倒是能，但是昨天我和梁泽在电话里闹掰了。你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我请他吃饭。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他现在正满世界找你呢。我就怕他不找我，找我一切都好。你打电话吧。姓赵的，你还打电话给我干什么？是求饶来了吗？想约你吃个饭。吃饭？你就算是跪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要怪，就只能怪你跟错了人。除非你把李向东那小子叫出来，让他给我磕头认罪，我会考虑放你一马。就是他要见你。行啊，明天下午2点，千禧酒店。记得告诉他，想要求饶，带着8000万的支票过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打断他的腿，让他爬出去。梁泽在道上有点关系，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莽撞了？他的那点手段上不了台面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知道良天资本重仓在综艺股份上面，明天找2个熟练的操盘手，按照我的指示操作，给他打下来。不等他着急，他的那些客户可就火烧屁股。兄弟，那我这次可就全靠你了。你也是被我牵连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走，我们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不是监察协会。你这是要？你以为梁泽这种人底子能干净？现在账户和目标股票已经给到你了，等会儿下午一开盘，马上就进行砸盘，能砸多低砸多低，记住没？记住了，周总，您放心，这小事我肯定给您办好。不就是砸盘吗？那资金方面，你们现在去后台看一下。我的妈，这么多钱，20亿！哇，20亿！我打游戏都没那么多游戏币啊！总之，交代你们的事情并不复杂，好好办就不会出问题。要是整出什么幺蛾子，你们2个
就拍拍屁股走人吧。走。这没问题。放心，他还能砍死我。我们梁总说了，要想进去，就给老子趴着进去。梁总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。行吧，你以为找几个混混就能撑起门面的话，那你自己慢慢玩。手下小弟不懂事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钱带来了。什么钱？他逗我玩呢，我让你带着8000万，钱呢？搞定了，股价暴跌，赵总交代的任务完成了。不错不错。梁总，钱现在我有的是，不过你以为我今天是来给你送钱的呀？李向东，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放肆，你信不信我马上叫人把你的手筋脚筋给挑了？老板，我们的创业股份快到10分钟就跌停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是你让中医股份开盘10分钟就跌停的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综艺股份跟你有关啊。我只是看那家公司不爽，就砸了他的盘，先让他损失几个亿。我的身家性命全在中医股份上，你砸了他的盘子，就是要我的命。那可真是不巧了呀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跪下，没准我心情好，给你留几个铜板，让你给我下位子。李向东，我要你的命！闭嘴！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回想想损失这么大，那些投资者是怎么办你？他们是会抽你的筋，还是扒你的皮？你就是魔鬼。谢谢。你以为你赢定了？要不然呢？外面全是我安排的人。是，我设完了，梁天志的明天就会倒闭，但那又如何？在那之前，我要弄死你！你是不是梁泽？我问你是不是梁泽？我是。梁泽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涉嫌非法集资和暗中操控股价，现在将你传唤，跟我们走吧。这都是你安排的。你自己做了犯法的事儿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别狡辩了，要不是你的安排，他们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及时，这么巧合？梁泽，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悔改，我们不可能被任何人安排做事。其实我们早就盯着你了，只是你自己太过狂妄，没有察觉罢了。好啊，真是好手段，从一开始你就设计好了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去坐牢。李向东，你不得好死！赵哥，你那贷款的钱需不需要我帮忙？不用，之前棘手是因为梁泽在里面盯着，现在梁泽倒了，剩下的我自己能搞定。以后能用得着的地方打声招呼，赴汤蹈火，再说不迟。我帮你，只是单纯觉得是我把你牵连了进来。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还看明白了很多。之前那些酒桌饭桌上的朋友，真是到正事儿的时候，一个都靠不住。患难见真情嘛。那今天先这样，我还有点其他事儿。李总，打算去哪儿？我送你那儿。哎，不客气了，赵哥，小事情，回头联系。把你们这里最贵的钻戒拿出来看看。先生，这款是我们的镇店之宝，被称为永恒。不错，就它了，结账。这款钻戒售价1个亿，你确定要它吗？赶紧刷卡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先生，您的钻戒请收好。跟霍启林谈完后就去找雨嫣，给他一个惊喜。哎，霍先生，华生，明天我哋要回港啦。协议已经确定好了。如果是你拿下开发权的话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多谢霍先生，称不上帮忙啊。你们苏家在省内也是比较有实力的公司，我还是放心和你们合作。等过一段时间，我也打算去一趟港城，因为我发现现在港城的房地产正处于低迷状态，正是抄底的好时候。后生，
在港城玩房地产没有资本可不行的。确实，以我现在的资产，在港城的房地产是玩不转，但是港城的董事会有一大波机会，所以这也是我去港城的另一个目的。港股的机会就是我之前对您说的，能弥补回霍家近100亿的损失。你是要做股指？短时期内必然会有一大波行情。你有多少把握？霍先生，您是知道的，在资本市场是不存在100%绝对把握的。确实是我心太急了，但现在霍家真的需要一个资金快速回笼的机会，大概也就90%吧。你这后生仔，行，我们港城见。如果你真能做到你所说的，那你就是我们霍家最好的 friends。到了港城一定会跟霍先生联系的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杨小姐，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财富排行榜出来了，你已经是全国首富了。哦，还不错嘛。恭喜恭喜！那我也得恭喜恭喜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了一个首富老公。我可没说要嫁给你。哎呀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这钻戒可就可惜了，要不然从这儿扔了吧。讨厌。